嗨，我是小明，欢迎来到区块链 AI 新闻，这里将为你每日呈现最新、最有价值的区块链新闻报道。美 SEC 主席除比特币外，几乎所有类型的加密交易都已属 SEC 管辖范围。这则新闻报道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主席 Gary Gensler 在接受 New York Magazine 采访时的观点。据报道，Gensler 表示，除了比特币之外的几乎所有类型的加密交易都已经属于 SEC 的管辖范围，实际上都是属于证券交易的范畴。这意味着 SEC 可以对这些加密货币进行监管，并要求相应的公司进行注册和遵守证券法规。这一声明可能会对加密货币市场产生影响，因为这可能导致 SEC 对加密货币公司的监管更加严格。知情人士，亚马逊将于4月24日上线 NFT 平台。这则新闻报道了亚马逊将于4月24日上线 NFT 平台的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亚马逊将在其网站上推出名为 Amazon Digital Marketplace 的选项卡，并在美国首先推出，随后逐步向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开放。此前有消息称，亚马逊正在推出数字资产企业，预计将在春季推出 NFT 计划，主要关注基于区块链的游戏和相关的 NFT 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的可能用途包括让亚马逊的客户在玩加密游戏的同时获得免费的 NFT。这一计划的实施可能会促进 NFT 市场的发展，同时也将使亚马逊在数字资产领域进一步扩大其业务。美国 SEC 增加其工作人员，重点调查 DeFi 平台、NFT 和稳定币等违反证券法的行为。这则新闻报道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增加员工人数，以增强审查、调查、审计、检查和可能起诉与加密货币、DeFi 平台、NFT 和稳定币等新加密产品和交易活动相关的证券法违法行为的能力。据报道，新增的工作人员将包括监管人员、调查人员、律师、欺诈分析师和出庭律师，重点关注以下方面违反证券法的行为：加密资产的发行、交易以及借贷和质押产品、DeFi 平台、NFT 和稳定币。这一行动显示了 SEC 对加密货币市场的加强监管态度，也表明 SEC 将对违反证券法规的行为进行严格打击。加密货币公司和平台需要注意自己的合规性，并加强风险管理。以太坊扩容项目 Squirrel 完成5000万美元融资。这篇新闻报道了以太坊扩容项目 Squirrel 宣布在新一轮融资中筹集了5000万美元，投资者包括 Pelican Capital、红杉中国、贝恩资本 Crypto、摩尔资本管理公司、Baron Fund、Newman Capital、IOSG Ventures 和启明创投。据知情人士表示，该轮融资使 Squirrel 的估值达到18亿美元，而之前在2轮融资中筹集了3300万美元，当时并未披露其估值。这次的融资将帮助 Squirrel 推动其以太坊扩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在区块链领域继续扩大影响力。这也展示了区块链和加密货币在投资者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和认可，尤其是在以太坊扩容技术方面，投资者看好其未来的发展前景。新加坡警方已启动对都宽与 Terraform Labs 的调查。新加坡警方已启动对都宽与 Terraform Labs 的调查。3月6日消息，据彭博社报道，新加坡警方已启动对都宽与 Terraform Labs 的调查。Terraform Labs 并未立即回复置评请求。此前报道，都宽于2022年10月在新加坡面临5700万美元集体诉讼。币安目前 USDC 余额已超50亿美元。金社财经报道，据 Glassnode 数据显示，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在过去3周累积了约38亿美元的 USDC。截至目前，币安的 USDC 余额已达到51亿美元，过去3周增幅高达 292%。Glassnode 分析了自2020年初以来的币安 USDC 余额，结果显示币安持有的 USDC 余额从2021年2月开始大幅增加，之后余额一直保持稳定，除了2022年9月和2023年1月出现过短暂减少。2022年9月，币安仅持有约5亿美元 USDC。谢谢观看区块链 AI 新闻。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区块链新闻和见解，请定期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会继续为你带来最新的资讯。